上一节的内容我们介绍了这个软件结构的这个设备，我们这一期的内容对软件结构中应用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在应用这一节，我们会从应用的概念和应用的功能两个角度对应用做一个分析和介绍。应用位于整个软件结构的第二层，整个软件结构的第一层是设备，第二层是应用。在这个软件结构中，设备属软件结构中，那么设备是位于软件结构的第一层，接下来的应用就是位于软件结构的第二层。在一个 PLC 系统中，可以同时存在多个应用，设备将所有的应用组合成组，为应用之间的数据交换提供一个载体。等一个设备呢，一个设备里面可以有多个应用，可以建立应用1、应用2、应用3、应用4、应用 N， 可以建立多个应用。那么应用之间的数据的交互，应用1与应用2之间数据的一个交互，可以通过访问路径进行一个交互。访问路径位于设备之上，所以呢，设备就为应用提供了一个数据交换的一个载体。下面我们通过这个软件进行一个简单的介绍。在这个设备中，在 Liquors ECPA2 这个型号的PLC 设备上，我们建立了一个应用。那么我们还可以再继续添加应用，我们更名为应用2。我们在应用2里面添加应用程序。我们在应用2里面先添加一个全局变量，再添加应用程序，添加任务配置。我们在任务配置里面添加程序，程序才能运行。这样我们就在一个设备里面添加2个应用。我们还可以继续添加应用，添加应用3。原理是一样的，我们在此就以2个应用为例进行一个讲解。应用呢被分配到 PLC 的 CPU 里面，可以理解为 PLC 的一个微处理单元。在本应用中建立的全局变量只能在本应用中生效，也就是我们在 APP1 这个应用中建立的此全局变量只能在 APP1 里面应用，无法在 APP2 里面应用。相同的道理，我们在 APP2 的全局变量里面建立的变量只能在 APP2 这个应用里面应用，无法在 APP1 这个应用里面进行一个调用。那么 PLC 如何将这个应用理解为一个 PLC 是 PLC 的一个微处理单元呢？大家看这个一个 PLC 的一个简单的结构。PLC 简单结构就分为这个，一个是存储器、核心的 CPU、输入单元、输出单元、通信接口、扩展接口之类的。存储器存储用户数据、用户程序、系统数据、系统程序一类。然后呢 CPU 呢完成一个逻辑的分析、逻辑的运算。应用程序应用被分配到 CPU 里面，相当于 PLC 的微处理单元，也可以为用户程序的运行提供一个支持系统。离开了这个应用，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图中，
用户程序、功能块这些元素都是位于应用之上的，离开了应用，用户程序是没有办法运行的。所以呢，这个应用呢为用户程序的运行提供了一个支持系统，是 PLC 上运行程序时所需要的资源集合。这个怎么理解呢？我们可以在软件里面进行一个简单的介绍。我们双击设备，打开文件，我们看到这里有一个 runtime 运行时，我们双击刷新，我们单击刷新，双击 PLC Logic， 打开 APP1，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后缀名为 APP 的文件。这个文件是什么文件呢？这个文件呢就相当于是 PLC 操作系统可执行文件。离开了这个 APP 点，离开了后缀名为 APP 这个文件的 PLC 的系统是没有办法运行的。这里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实操。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地方，本应用中建立的全局变量只能在本应用中生效是怎么一回事呢？比如说在 APP1 里面 DVL 这个全局变量我们建立了这样一个变量，那么我们在 APP2 的程序里面进行一个调用，我们将程序拷贝过来，我们将变量进行一个替换，此时 APP2 的程序里面用的变量全部是 APP1 全局变量里面的变量，我们进行一个编译。我们就可以看到编译器出现了报错，可以看到这里变量提示为未知类型的变量，说明在 APP2 这个应用里面的程序是找不到这个变量的，所以说这个 APP1 只能应用 APP1 的变量相应的变量 ，APP2 应用只能应用相应的全局变量，是不能够互相使用的。我们将应用进行一个删除，在这里我们将 CPU 通过网线与电脑连接，编译程序，下载程序，启动程序，将流水段运行起来。此时流水段已经运行起来，我们退出系统，双击设备，打开文件，这里有一个 app 点后缀是 app 的一个文件，我们将进行一个删除，然后进行一个编译。
然后我们将删除 APP 的这个程序下载到 CPU 里边。我们完成下载，退出。我们将 CPU 断电，给 CPU 上电。我们已经等了很久，但是没有看到流水灯在运行，说明这个 CPU 无法运行，因为 CPU 里面没有后缀名为 APP 的系统可执行文件，也就是说，我们下到 CPU 里面的工程之中没有了这个文件，没有了系统可操作文件，所以说 CPU 没有运行，没有见到流水灯的效果。我们将计算机和电脑进行一个连接，通讯设置。此时显示我们的计算机和 PLC 已经连接好，为绿灯。我们点击登录，此时电脑会提示我们 APP 已不在设备 device 里面，是否创建应用并下载。它需要我们点是之后，它就会创建一个应用，点击是。我们进入文件，点击刷新，进入文件 ，runtime 运行时刷新，点击 PLC Logic APP 此时我们已经看到了有一个 APP 后缀名为 APP 的系统可执行文件产生，说明我们通过登录下载之后，系统就会提醒我们创建一个 APP 的启动文件。系统自身也创建了一个启动文件，此时 PLC 进行了一个运行，我们可以看到流水灯的运行效果。我们将程序启动起来，比如 true， 代码执行中，此时流水灯可以运行起来。那么在程序应用呢，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在程序 PLC 的 I/O 通道之间提供一个接口。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 I/O 模块，这里是 I/O 的一个地址。I/O 模块的中的 I/O 地址和程序中的变量进行一个对应和交互呢，我们要通过这个应用。所以说应用是这个用户程序和 I/O 通道之间的一个接口，没有了这个应用，没有了这个接口，那么我们的 PLC 的这个数据量就没有办法输出。对于应用的内容，我们就先介绍到这里。